抽刀对准中国选手，炫耀着刀法。狂妄的日本武士抽刀立下军令状，打不赢当场切腹自尽。结果第二天，中国选手连自尽的机会都不给他。他叫三木隆一，是日本老牌的综合格斗悍将。出生于武术世家的三木隆一，自幼习武，自幼耍刀，曾先后分别拿下了日本修斗冠军和潘瑞斯冠军，是实至名归的双冠王。可以说在日本相当有实力，也相当有名气。而这一次，他大老远的从日本扛着一把武士刀跑来中国踢馆，自以为能够镇住场子，结果没有想到中国小伙冯天浩根本不吃他这一套。在赛前的发布会现场，对的三木隆一可以说是哑口无言，更是当众放话要亲手打死对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对比，年龄上差了足足16岁，在身高上冯天浩领先了对方12公分。体重上差不多。那目前来看，冯天浩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身材的数据上都领先了三木隆一。不过在作战经验方面上来讲，对方的确更丰富。不过呀，在拳击擂台，我们不讲究经验，我们讲究的是拳胖少壮。好，这边比赛开始，红方冯天浩，而蓝方三木隆一。冯天浩直接冲了过去，他的绰号叫毒蛇。今天的发型也相当的酷炫啊，酷毙了！冯天浩在搏击擂台创下过很多的经典名场面啊，最狠的一次呢是12秒掰断了对手的脖颈，还是一个站立端斗台。好，三木隆一玩起了短跑接力，开场就开跑，那说明对方已经怂了。好，一直比较自信啊。对，就等这场比赛。是的，冯天浩其实今年以来表现也都非常好啊。他在玲珑队中外对抗赛连续3次战胜了国外的高手，其中也缔造了这个玲珑队的最快的记录嘛，10秒降服了蒙古国高手詹奇格宁布。对，然后在这场比赛之前，詹奇格宁布也发视频说：“你先打完了三木隆一之后，我们2个人必有一战。”要2团战嘛。漂亮，这一拳打到。对，冯天浩今天的拳还是非常凌厉的，因为目前他现在是9连胜的状态啊，但是要小心对手的拳。已经10连胜了。对，三木隆一的移动还是做的比较好啊，而且移动端能够拉的会比较开一些，是的，这样冯天浩有点逮不到他的意思。而且一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会有这样的突然袭击，他在突然袭击的时候，这种突然启动给的不错。三木隆一已经39岁了。没错。老将了，完了，漂亮！此时此刻，不仅国旗要高高举起，悲伤的音乐也必须走起来。但其实观众朋友们，带着武士刀来中国踢馆的日本人啊，刚刚的三木隆一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眼前这个家伙绝对是最搞笑的一个。我们注意看他的武士刀啊，拿出了这个扁担的感觉啊，像扛个扁担，就差2个大水桶了。而且我们仔细看他身上的纹身，那是左青龙右白虎，就怕我们中间不知道他加了个250。好，这个家伙名叫青地大佑。而且他的发型也很奇特，不知道是染的还是说先天的营养不良啊，黑色头发之间呢还染了那么一缕黄毛。我觉得但凡是知道1+1等于几都不能染出这样的发型。好，这个青地大佑的话同样也是一个日本武士，不过这一次来中国踢馆他惹错了人。在赛前，青地大佑在出场时就表示说呀，和中国人打比赛完全是浪费他的时间，无论怎么打他都是赢，还不如直接把奖杯啊直接颁给他。但是听到他这一番言论之后啊，我们中国选手就怒了。当然，并不是眼前的这些美女，而是眼前的中国猛男王冠。据我所知呢，我们的东北虎王冠生平当中啊，有2个最大的爱好，一个是打小日本，而另一个外号，您猜一猜是什么？没错，就是打嚣张的小日本啊。横竖呢，就是喜欢打日本人，这是王冠的一个爱好之一，因此他才爱上了搏击。而且不仅能够名正言顺的打小日本子，而且重点是还可以让全世界千万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小日本子嚣张的下场。哎，拱起火了，拱起火了！这是小日本子青地大佑主动先来顶王冠。
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王冠呢打日本人相当有经验，所以说对日本人的风格和套路啊相当了解。我们看到这个蓝方选手经济大佑呢，他以前曾经练过4年的拳击，哎，步伐比较灵活。从这点可以看出，现在双方都有一种试探性的啊。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还有5局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结果每个人双方的实力都没有展现出来。王冠这个高边腿非常聪明，这个地方用宝冠，我啪，高边腿截住你的走的路线，封住你。刚刚王冠这次击倒啊是非常细的活，我们注意看，先是低扫破坏重心，再跟上前手的平勾放倒了青地大佑。可以说王冠的拳腿组合呀是行云流水，这么形容是完全不过分。好，又来低扫了，再接高扫，再接后手拳，还是一模一样的套路。多方位的力气打击让青地大佑是防不胜防啊，这怎么防？先踢你的腿，再踢你的头，再砸你的脸。短短的1秒钟之内，连续进攻3个位置，这换谁也防不住啊！好漂亮，又是后手，青地大佑又倒了。第一回合已经连续2次读秒了，如果再来一次，那么裁判会宣布王冠获胜。难道王冠手下留情？王冠自己摔倒，对方1分。不错，这场比赛应该是掀起了整个中日对抗赛开赛以来的一个亮点一个高潮。倒计时，重心还有，别闹，2局能不能出现 KO？ 王冠之所以在今天比赛当中有这出色的发挥的积极，主要一点。可以说，青地大佑他在王冠的面前就是一个透明人，他在想什么，他的狗脑子里装什么，王冠是一清二楚。所以说，我们现在看王冠是闲庭信步，相当的放松，而青地大佑啊，双腿都发软。我估摸着第2回合他够呛啊，能顶过去。现在看王冠的命中率很高啊，他现在完全把握住我想快，我想慢。王冠的高边腿接后手拳是接的非常快。不这时候青地大佑来了，王冠又是获胜。看来比赛。哦，果不其然，这个小日本子第2回合没有挺过去，那么恭喜东北虎王冠赢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打得非常干脆，非常解气。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开场就被重拳爆头，打得血汗横飞，全场观众激动欢呼，对手自信展开双臂，以为游戏已经结束。这个瘫软倒地、浑身肥胖，并不像职业拳击手的人，名叫马塞尔·卡洛夫。从比赛开始到这一刻为止，他都是不被看好的下狗，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似乎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频频挑衅，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但想起身患白血病的女儿，他又站了起来，用震惊全场的表现，完成了地下黑拳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杀，让世人见证了父爱的伟大。好，这场被评为地下黑市拳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杀，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和我们以往看到的常规的比赛是不同的，因为2名选手打的是裸拳比赛啊，通俗点来讲就是不佩戴拳套。打拳击，有的人是为了荣华富贵，有的人是为了金钱和名气，而有的人则是为了家人。而这场比赛为了家人而战的，我们注意看，就是这个浑身肥胖啊，手套上缠着黑色布条的黑方选手马塞尔·卡洛夫。这一战，他便是为了自己身患白血病的女儿而战。我们看对手伊万的话，似乎对这位父亲没有任何尊重。比赛开始还不到半分钟啊，已经连续3次开始挑衅了。他的挑衅还在继续。因为这个伊万啊，本身是当兵出身，不仅身体条件非常好，而且在裸拳界啊混的是风生水起，是公认很有实力的一名选手。我们看他无论是摇闪、拳法，还是他的动作步伐都相当标准。
不过这场比赛伊万频频挑衅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他呀相当不爽，被马塞尔卡洛夫挑战，他认为这是一种轻视。因为马塞尔卡洛夫在1个月之前啊，他还是一个屠夫啊，在屠宰场工作。他刚练习拳击啊，还不到正儿八经，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前2天刚打赢一场，立马向这个冠军呢伊万发起了挑战。因为打赢伊万的话，可以拿走10万块的奖金。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啊身患重症的女儿。我们可以看到伊万是相当不尊重人了。哦，击倒了马塞尔卡洛夫，在比赛第1回合还剩最后20秒钟的时候被击倒了。这位父亲难道真的挺不过去了吗？我们看他把牙套塞了回去，又站了起来，因为第1回合马上结束了，无论如何都要挺过去啊。好，这边第1回合比赛结束有惊无险。不过这场比赛马塞尔卡洛夫要是真想赢伊万的话，那这个难度系数啊已经相当之高了，对方很专业，而且马塞尔卡洛夫呢他可能会有重拳，毕竟在屠宰场工作啊，浑身有一把的力气。不过呀，他的技术实在是在对方的面前太粗糙了。好，这边第2回合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下马塞尔卡洛夫这位伟大的父亲能否完成翻盘。我们可以看到伊万已经是完全玩起来了。他现在很自信，完全没有把马塞尔卡洛夫放在眼里。他的挑衅不断，而且他的嘴巴也不断。我觉得侮辱一位这样伟大的父亲是不应该的。好，前手再来一拳，哇，连续3拳爆头。我们看伊万倒了。马塞尔卡洛夫在比赛第2回合开局不到1分钟的时间3拳爆头，他很兴奋。这是一场爆冷，这是一场绝地的翻盘。因为在双方的绝对实力水平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差距是非常的明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对手的自大，对手的瞧不起人为他带来了机会。可以看到，哇，这个拳打的是血汗横飞，前摆后直。不过心高气傲的伊万在输掉比赛之后，时隔不到半年2、3个月，又一次向马塞尔卡洛夫发起了挑战。这位心高气傲的小伙子，他认为上一场比赛输是他太过于轻敌，而这一次他要把面子找回来。我们注意看他表情相当严肃，不过此时的他，我相信是满腔的怒火。如果心中全是怒火的话，也容易被愤怒冲昏头脑。好，比赛开始，这是双方的2番大战，看一下马塞尔卡洛夫时隔3个月，他的拳击技术有没有增长？可以看到伊万已经是相当谨慎了，不再像上一次那么的嚣张，也不再挑衅了，他开始重视起眼前这位对手。Пытается, маскирует, он его хочет попасть справа, как уже было однажды в этом ринге. Собрана стойка. У этих парней есть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осто спорт между собой.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双方这一次的情况和上一次完全相反，变成了马塞尔卡洛夫成为了主导的一方。而且伊万的话，我们看他防守相当紧密，而且整个人和上一次比起来呢，这个气质也完全不同了。虽然说变得沉稳了，不过也变得更怂了。哇，这一拳相当有分量。比赛第1回合最后30秒钟时，我们看伊万又被打倒了。这一拳太重了，我们看伊万已经是站都站不稳。比赛的裁判，我觉得应该是要结束了，推了他一把。比赛结束，双方的2番战，马塞尔卡洛夫又赢了。
虽然说骄兵必败说的是第一场比赛，不过第二场比赛他又输了，那说明他已经是无法战胜自己的心魔。而马塞尔·卡洛夫则是跪地仰天长啸。如果传统武术走进格斗赛场，到底哪个门派的实战能力更强？是洪拳、寸拳、八卦拳，还是跆拳道、空手道、截拳道？早在90年代的美国就举办过这样的比赛，而且它发展到至今为止，已经成为世界派的高手代表自己的门派前来参赛，前来切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咏春拳打跆拳道，甚至可以看到少林拳打相扑流派。但是由于当年的规则并不是很完善，各大流派打到最后都像是街头斗殴。接下来跟我一起来进入到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现场，看一看到底谁家的门派能够独领风骚。脸被滴出了血。好，我们再注意看眼前的黑人巨无霸，他的名字叫做曼尼，是当今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体重运动员。而这场比赛挑战他的人名叫哈克尼，他是一位武术大师，曾练习过跆拳道、空手道以及中国的少林拳法，而且独创了自己的门派少林砍波空手道。而且哈克尼还会手白虎拳法这也是他比较擅长的一个拳术之一。好，这边我们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哈克尼这是用了一个后手拳，直接将曼尼打倒。不过曼尼立马缓了过来，而且凭借自己庞大的身形，对哈克尼开展了反击。毕竟600多斤的体型我们看哈克尼在力量对决当中呢，完全不是曼尼的对手，甚至哈克尼还被推出了擂台之外。不仅如此，我们注意看他的衣服也被对方给撕碎了。这就是相扑流派如果你一不小心呢，就会被他推出去。看过相扑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相扑的比赛规则就是看谁能把谁先推出去，这是对方比较擅长的一个招式。哈克尼又尝试了一个后手的重拳。我们看重新回到擂台的哈克尼变得更谨慎起来，刻意的把控着双方距离。再一次尝试后手打空。如果说大块头曼尼只会相扑流派当中推人这一招，那他拿哈克尼我估计也没什么办法，毕竟哈克尼还是比较灵活的。哈克尼被抓住了单腿，不过他用他的重拳连续的反击，又将曼尼打倒了，来上位疯狂的大力摆拳。而且我们注意看，此时曼尼是完全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只能是捂住脑袋，防止自己不被砸后脑。但当时的话，比赛规则并不是很完善，打后脑这种行为还没有被明令禁止。所以说，哈克尼的拳头已经是抡圆了，能打到哪儿就打哪儿。又一场比赛结束，相扑流派已经是2连败，看来相扑流派的实战能力是真不咋地。我们再来看一下第4场比赛，左边光着膀子的代表的是美式摔跤，而穿着黑色道服的代表的是韩国跆拳道。连续疯狂的肘击，对手看情况已经晕了。美式摔跤完全没有发挥，就被这边跆拳道流派的选手给秒杀了。不过刚刚的那个招式和方式完全跟跆拳道没什么关系说句实话。好，再来看这场比赛，我们注意看穿着黑色短袖的代表的是咏春拳法，而光着膀子的代表的是美式摔跤。我们来看一下咏春拳法在这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有怎样的发挥。现在看起来只有挨揍的份儿没办法，这是相生相克在摔跤面前，咏春拳的确是不好打出血量很严重了。并不是狡辩因为咏春拳呢是纯粹的拳法和腿法的站立技术，面对摔跤手的时候的确是不好打。接下来出场的名叫坦克亚伯特，他所代表的门派是自己独创的门派名叫斗殴，名字可以说是简单干脆，让人很轻松的就可以知道他门派的宗旨和核心是什么。而这场比赛和他对战的对手名叫约翰马图阿，他所代表的是夏威夷武术。我们看他凶神恶煞，想必对自己的门派呢是相当有信心。说句实话，这个他的门派的武术我是从未听说过，不知道表现到底如何。好，费特比赛开始。
夏威夷武术一上来便占了下风，他到底是想做什么，我们也看不清楚。只知道代表着他独创门派斗殴的这哥们儿非常的猛。再补一拳，这个真是打挺尸了。哎呦，效果！方马的身高。打中了！比中国坦克邱建良还要猛的中国散打巨人横空出世，3拳2腿打飞2个世界冠军，吓得武僧一龙惊掉下巴。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这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小伙子，来自我们中国国家队的散打巨人曹鲁健。他出生于我们中国的齐鲁大地，是一个山东好汉。身高1.88米，臂展1.90米，生涯总战绩50胜4负，其中包括26场 KO， 身强力壮，实力强悍。而今天曹鲁健的对手，没错，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老牌悍将丹尼尔·杰梅。我们注意看，站在一块儿啊，这个曹鲁健高了对方，这都快1头之多了。曹鲁健他的这个身高啊，在我们中国国家队里面呢，已经是佼佼者了。尤其是在面对一些个欧洲选手的时候啊，是完全不落下风。一些5大3粗的老外啊，在曹鲁健的面前也显得有些体态娇小了。看到不到最后1秒钟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年龄33岁，身高1.85米，体重是85公斤。这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现在打得非常耐心，而且呢，他那个视野啊和思路也比较的清晰。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虽然对方啊，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在比赛确实打得步步为营啊，稳扎稳打。没有错。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汉军阀。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优秀。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好，目前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因为2位选手都是高手啊，都具备呢一击必杀的能力啊，所以说都很小心呐。第一回合的交手和切磋都比较少。但大家伙千万不用着急，因为曹鲁健啊，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打连击的一个选手啊，他并不擅长持续的进攻，他更擅长的是一击必杀啊，一炮定乾坤。而且来自于我们中国国家队啊，国家队成员来打这种职业比赛，观众朋友们那就是降维打击。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获得了胜利，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漂亮，有一个拳法的变现，机会来了，非常主动的一次。从场上看啊，对方在这个重击啊，确实对他造成了威胁。没错，相信对方的信心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双方选手都是非常有经验，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他的战绩也是78胜30负9次 KO 对手。但是我们看到呢，作为这个新西兰选手啊，他确实他的功力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这个术语叫打电话。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就是我要做动作，我要打你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嘛，一个是动作很形象，再一个呢，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以这样有意莫待，待行必不赢。好，观众朋友们，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我们看，哦呦，小心！哇，这个杰梅有明显的挑衅意味，在击倒曹鲁健之后啊，他是站在曹鲁健的头上不走。我们看丹尼尔·杰梅还想摔，不过发现摔不动曹鲁健了。再1再2，还能让你再3再4吗？曹鲁健的破绽，真是斗智斗勇。一个迎击打非常好，好的，有机会，有效果。哇，观众朋友们，刚刚这一拳实在是太重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回放一下啊，是正中靶心，击中了丹尼尔·杰梅的下巴。他还能打吗？还能继续。看来这个家伙的功底的确深厚啊，抗击打能力的确是不错。没别的，就是狂轰滥炸，乘胜追击。对方也非常聪明，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我们看得到的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所以现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对方现在非常聪明，马上跟你缠斗。
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打游动、打游击战，拉开，对，哎，拉开距离，拉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好，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非常应该说呢，这个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好，观众朋友们，三大巨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在比赛的第2回合，曹鲁健是顺利的秒杀了对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曹鲁健今天的第2个对手，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级的悍将，来自英国的泰拳世界冠军奥格勒斯。奥格勒斯在英国可以说是打遍整个英国没有对手，因此为了找寻更强大的对手，他便来到了中国，向中国武术发起了挑战。而这场比赛他要挑战的对手便是山东巨人曹鲁健。好，比赛马上开始了，看一下曹鲁健和对方的身形对比，我很是好奇啊。哎，差不多，看来打英国人我们也不吃亏。目前我能知道的这个我们中国散打界比较高的选手，一个是曹鲁健，另一个是刘策，这都是5大3粗，将近1.9米的身高。现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是曹鲁健脱而出的一名新星。你看他的这种这个扫踢动作和练泰拳的是不一样的。连续的鞭腿。曹鲁健的身高非常的高，达到了1.88米。这个，你看曹鲁健这个力量非常足。对。连续的击鼓拳，尽管是第一次来打这个昆仑决，但是他在以前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那时候身高也就1.85米左右，力量没有这么大。那时候打75，现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在之前的风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风马的身高是起到作用了，连续打中了。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曹鲁健太猛了，这个拳法的分量实在是太足了。如果您在现场的话，可以听到这个砰砰作响，比放鞭炮的声音还大。我们看奥格勒斯这个打遍英国拳坛没对手的家伙，来到我们的华夏大地之后，发现了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好，曹鲁健现在正是势头正好的时候，不过奥格勒斯呢是强行要打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被曹鲁健一直压着，那他就是死路一条。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住这个地方，但是很难。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格勒斯是在泰国比赛里边他挺强悍的，那个打腿动作。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过人。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这样聪明的，对，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上头，因为你身高你可以把这进攻。对了，看到了，对了，前一分对。这个曹鲁健技术很全面，然后你再出拳就对了，对，这样就有机会。但是马上直接后腿打了，后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这种摆拳了。曹鲁健还真的有实力。观众朋友们，看曹鲁健打这些个职业选手和世界冠军感觉就像是在玩耍，就像在大人打小孩。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国家队的大内高手和普通职业选手的区别。我们看奥格勒斯现在是在强撑着身体，因为他的大腿有点受不了了。没那么想到曹鲁健还有这样的杀伤力，这么杀伤力，出乎意料，这对那种才有。还能站起来吗？我很难接这得站。奥格勒斯还能站起来吗？我不想放弃比赛。好，观众朋友们，现场的观众已经是欢呼雀跃因为这个老外放弃了比赛，他投降了，因为双腿实在是太疼了。那么恭喜曹鲁健又拿下了一个世界级冠军。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不见